大家好，您看今天我穿了一身的古装，没错。今天我不想聊聊我做频道是为什么，今天我就想聊聊我自己。在你们的眼里，一个看武侠小说长大的女人是什么样的？没错，我就是看武侠小说长大的。所以说我特别喜欢这样子我特别喜欢古装，从十几岁，从我记事起到现在40多岁，我都还是喜欢一些那个好的武侠小说，喜欢古装。我甚至到现在了，我还希望有一天，我能这样子穿着古装弹我的小提琴，我能穿着古装耍剑，我觉得，很彪。很潇洒，我也觉得很自豪，也觉得很美，就是这样子。这是我这个一直的热爱吧。我这个热爱跟我的家庭是分不开的。因为这个东西，今天我做这个，我都不用写草稿，也不用写文案，就是手心写手背。我家呢，我爷爷他就是我们村的那种，就是教书的那种老夫子呢。等到我爸爸呢，他就已经遗落了一些古典文化知识吧，但是他也是在我们村是当时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那种了，在他那个年代呢，是读过高小就算很不错了。他呢也当过兵，所以说他收藏了很多书。他就是很喜欢看武侠小说和那个历史小说。我爸的历史小说喜欢看历史小说的程度呢，就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就是他可以把我们中国历史上下5000年，从大禹治水、盘古开天辟地，就是不用看书，然后直接串联到现代，就是说，解放后啊，到就是1949年，他一直可以把一些大事情、大人物、一些出名的人物、将军什么这些呢，几大战役什么，他都可以不看书的，他都可以随手拈来的去讲出来，他能讲出来，而且讲的他有些可能名字记不住，但是讲的真的是津津有味的。因为在我记事起的话，我就是听故事长大的呀，就是应该是在5、6岁的时候，有个模糊的记忆当中呢，我应该是非常幸运的吧，除开我爸爱讲故事呢，我们那里还有一个就是算命的老夫子嘛，算命的他刚好是我大姑的，就是说嗯算是什么那种亲家吧，亲家他就是一个算命的。你知道算命的，他不但对于八卦、阴阳、太极这些，易经有研究了，他也对于一些古典文化也是有研究的。他和我爸一样的，他们两个都是爱讲故事的。他讲的故事呢，多属于诙谐幽默型，专逗人开心的。但我爸讲的故事吧，就是有一点跟他的性格有点像那种。所以说，在我的记忆当中呢，我从记事起呢，我是听到一些英雄的故事比较多。我爸他属于那种，就是他我觉得看武侠小说长大的在我的就是从我自身经历和我观察到的人当中，就是说长期看武侠小说的人，他身上会自带一种这个，就是说一种脊梁的感觉，一种正义的感觉。我爸就是这样，我觉得我爸就是这样子的人，我可以毫不掩饰的说，毫不谦虚的说，真的，他就是那样的人，真的是正义在他的心中，他在他的心中就是这样子的，对他是一个正义感很分明的人，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说，看武侠小说对一个人的性格是有很大的影响的，这样子。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喜欢看武侠小说，那时候在我小时候还除了看小说以外，因为识字在小学的时候毕竟识字不多，对吧？但是呢，冬天呢，那时候电视的收的那个节目台也不多，那时候最早的电视好像是黑白电视吧，我记得那时候效果还不好，只能收到一个台。然后呢，我爸就买了，专门跑到市里面呢，因为他工作的关系可以去城市里，
买那种录像带啊，那些磁带啊，就是买那些对回来看，或者是说，还有就是在我老家的风俗吧，有很多那种就是说，结婚啊、黑白喜事啊这种事儿，因为他们为了留住客人，他们都会放那种，那个我们说放那时候说放磁带吧，放录像，对呀，放投影。那些一般的都是一些武侠呀，比如是说我小时候看的那些真的是太多了，除开这个李小龙的那个成龙的，这些这种短武侠片比较稍微现代一点的啊，就是还有就是嗯属于古装的话就什么《仙剑奇侠》了，什么仙鹤，好像还有个仙鹤侠侣，对吧？啊，还有什么，神针什么，好像还有，这些什么旗舰下天山呐、什么这些，就像金庸的小说吧，金庸小说基本上都拍成了电视，然后金庸的小说我基本上也都看了一遍，然后金庸的那个就是翻拍成电视的话，我基本上也都有看一遍了。还有就是古龙的小说吧，古龙小说我基本上我也都看了一遍，然后就是翻译成电视的话，我基本上的话也看了一遍吧。像《楚留香传奇》呀这些的话，都是，不过那时候都是很小的时候，就是一个模模糊糊的记忆的那种，只是看到就是说，我记得我每次看完那个，因为去别人家吃酒嘛，就是我能看通宵。那么小，我都能看，就是还看不懂的前提下，我都能看通宵，我就觉得还挺好看的。然后呢，我每次看完，我爸回来就问你看了什么啊？然后我就说不出来，我爸就问我这是发生在什么朝代的事情啊？他们为什么那个打呀什么的？我就的脑海里就是那种白衣飘飘，黑衣飘飘，仙气飘飘，飞来飞去，打来打去。我爸就笑话我说：“你都不知道发生在哪个朝代，为什么？然后呢，你就知道白衣人打黑衣人打得满天飞。”这就是小时候我爸常取笑我的一个场景了。就是那时候我还没有这样一个逻辑的观念，也没有一个思维的这种观念啊，就是跟大多数小孩子一样，就是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就是觉得打的挺好看的，以至于我只要吃酒回来了，我的那个有几天我的那个脑海里就是还会就是说漂浮着那个打斗的场景呢，就是脑海里还会就是闪现出那种现象，甚至有时候做梦都还会梦到。总之呢，我跟我爸一样吧，我看很多武侠小说我都看了。从小时候就是只要我开始识字的时候，因为我家里书真的很多，我爸他藏了，他有一个书柜吧，都是一些武侠小说、历史小说，基本上都被我偷看了。因为他说我还没有到那个年龄呢，还不识字啊，还不能辨别这个真假，还不能辨别这个社会黑与白，然后所以不许我看。但是在好奇心之下呢，我是偷偷的，基本上把他的这些书基本上都全看了一遍吧。只不过是第一次看的那个，嗯，印象和我现在看来那种感觉是不同的。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因为疫情的原因，因为这个天冷的原因，我们一家人又那个用 VIP 又把那个就是《天龙八部》在家里就是放那个《天龙八部》啊，又放了一片，就是郑伊健这些天吧，10天的样子看。现在看来的话，和小时候看来的感觉真的很大的不同。小时候看的话，就是跟着人物的，就是跟着书中的描写去走，或者电视的描写去关注去关心。但是现在看来的话，就是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啊，一个因果逻辑在里面，就是会得到一些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吧。
但是呢，唯一不变的就是我还是喜欢看这种类型的，只不过是现在这种武侠小说是越好的武侠小说越来越少了，像现在今年也有很多吧，但是都是限于情情爱爱，都是把一些人把现代人搬到古装的，穿上古装的衣服，我觉得很多都缺失了那种古装的感觉。我觉得近几年的武侠的电视剧当中，那个有匪还算是比较合我意吧。他虽然也不是说他没有情情爱爱这种啊，他是有，但是他比较清新吧，不像那种就是什么整几个三角恋啊，什么整的就是什么非要这个第三者啊什么都喜欢一个呀，老是这种痴缠于这种男女关系复杂的男女关系，这样子。随着我年龄的增大，我就不喜欢看这种类型的。就是说，武侠就是武侠，它肯定会反映出它的当中的有一个特别，就是它肯定要反映出那个是一个武侠的一个精髓在里面，一个不仅仅是一个正义啊，还有就是练武功是为了什么？武侠的就是根本的逻辑，根本的逻辑，然后还有行走在江湖上的人，就是说，他们对于这个世道或者是说发生的事情的一个，就是说正义黑白的有一个脊梁，有一个很好的诠释吧。我觉得这一个好的武侠剧至少要做到这两点，才可以观赏。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但是我是真的喜欢看。我在这个视频的下边，我也会把那个有匪的链接放在下边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觉得是近几年来的话，比较值得可以看的武侠小说吧。如果你也喜欢看的话，嗯，对，现在真的是好的武侠小说太难得了。现在他们就是用那种流量明星去演那种，我感觉还是用流量明星在演现代小说一样。那种就是一开始就能猜到结尾，或者是说少了那种古典气质，是少了那种武侠世界的一种精髓。我觉得武侠小说就是我们成年人的一个童话小说吧，我可以这样说。应该是在我那个时代的男孩子，他们大多数都有这个情节，应该，但是女孩子还是很少了。但是